说了吗？大师兄就连剑都握不稳了。可不是，刚才与外门弟子试炼，他的苍穹剑诀竟然在半途散了灵气，险些连剑都飞出去。这还是我们归虚宗的第一天天才吗？又来了。没用的废物！师尊，弟子刚才运功时，经脉有无怠慢40里。本尊当年看中你的资质，力排众议，收你为亲传。如今你连外门废物的试探接不下。归虚宗不养废人，既然你握不住剑，这只手留着也是多余。师尊，大师兄是为了宗门大比才日夜苦练，伤了经脉的，求您开恩，别废了师兄的手。体弱多病的病秧子，有什么资格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逆徒，今日老子便废了你的经脉，免得你在大典上丢了斩嬷嬷峰的脸。原本石化的经脉，竟然重新有了一点知觉。再来！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每一边看似狂暴，实则有一股极前即出现精炼精处精妙的安静。从今天起，收回你所有的灵石法宝，滚去万劫寒潭反省。大典之前，若敢私自出来，老子亲手剥了你的太虚骨。是，弟子领法。师尊，你到底在做什么？背负了万般骂名，堕入魔道。可今天这毒打，你分明是在救我。那是魔心草，能够强行续接被毁坏经脉的魔心草。师兄，小七，你怎么来了？这里寒气重，你天生经脉虚弱，怎么受得了？师兄别动，我求了负责膳房的师兄，特意用温和了这碗暖阁温经汤。你受了师尊的九幽魔火，经脉一疼得厉害，快喝点暖暖身子。这个小师弟，是我3年前从一处被屠戮的废墟里刨出来的。当时小七经脉断，奄奄一息，是我求了宗门很久，才保下了他的命。小七，辛苦你了。好喝吗，师兄？好喝，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那就好，师尊下手太狠了，他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师兄，如果撑不下去了，我们就走吧。小七可以陪你下山，做个凡人也好。傻瓜，修仙之人怎能说走就走？快回去吧，这里冷，别又咳血了。那我明天再给师兄送汤。检测到纯净仙道本源残留，该本源不含杂质，却具备极强冷性，正与宿主骨骼产生石化同化，正在夺取太虚仙骨生机。仙道本源，石化同化。那碗温小七每天按时送来，无色无味，连归虚宗最顶级的验毒银针和验毒法宝都查不出任何问题的暖阁精汤。变凡尘，
黑木卓气灵残存的信息里，终于吐出了这个仙界秘药的名字。它不是毒，它是最纯净的仙气，纯净到凡人乃至人界修者的根本无法承受，会将经脉生生同化成冰冷的石雕。小七，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那股直冲天灵盖的凉意。他亲手从废墟里救出来的弟弟，每天守着药炉，咳嗽着给他送汤的少年，原来想要剥离他身上这块太虚仙骨的，根本不是那个暴虐刻薄的师尊沈不言，而是这个他一直视如亲生骨肉、柔弱无爱的小师弟。仙界说魔界吃人，说魔道气残暴，可他的魔头师尊用最狠的鞭子，在用命帮他震碎体内的仙毒，而他那满口仁义、温柔体贴的小师弟，却用最热的汤，日复复一役的送他上死路。仙魔。这满天的神佛啊，你们要这块骨对吗？仙使广河，魔界妖人贼心不死，已在人界界壁撕开数道裂隙。万寿仙尊感逆人界孤苦，特降下神谕，龟宗大弟子秦无妖特赐其提前飞升入以此圣池魔劫，亦可为我仙门镇守人界添一臂之力。仙尊慈悲，苍穹叩谢仙恩。飞升入圣池。沈不言，你竟敢在仙使家放肆！广河，万寿那个老不死的，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想要太虚仙骨去补你们那快要塌了的仙界界壁，直接明抢便是，何必在这儿立什么救苦救难的牌坊？沈不言，你自甘堕入魔道，满口污言秽语，竟敢亵渎仙尊！亵渎！哈哈哈哈哈哈！是我师兄陆青云重其天重其才飞升仙界，可结果呢？他的本命魂牌在飞升间就碎了。你们说他是遇到了魔界伏击，可老子在魔界找了10年，却在你们仙界的炼骨炉里找到他被熔剩下一半的腿骨。今天你们又想来带走秦无环，哈哈哈哈！只要老子还剩一口气，你们这群披着神皮的畜生就休想碰他一根汗毛！放肆！魔头头受死！怕你不成？魔血燃剑给老子斩！哈哈哈哈哈！广河，你来晚了。秦无望那个废物，右手经脉已被本尊用九幽魔火彻底废去。他现在太虚仙骨不过是一块毫无灵气烂秽烂骨头，他现在是本尊的魔奴。经脉尽毁，九幽魔气入骨，这块太虚仙骨废了。沈不言，你竟敢毁了仙尊要的祭品！毁了又如何？本尊得不到的东西，你们仙界也别想得到。滚回你们的天上去吧，看着就让人作呕。好，很好。既然成了废人，那便在人界等死吧。玄吉子，将这孽障与这堕魔的沈不言一同锁入地底魔窟，每日施以持骨之刑，直至神魂俱灭。谨遵仙师法旨。哼。
会废了呢？师尊，师尊，小子，别急着哭，看看你头顶。为师无法明言，心魔誓言在躯，一旦泄露，万雷穿心，且必招来仙界立刻降临。中和扁凡之仙毒，九幽魔火，乃人界魔抗飞灰毁汝，我有力真之仙。神不言，神别！师兄，小七，你怎么来了？我买通了看守师兄哟。师尊太狠了，他怎么能把你害成这样？师兄，快喝了吧，这汤能暖暖身子。小七，小七，这汤我喝了2个月，我的手废了，仙骨碎了，你是不是也该高兴了？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是小七做错什么了吗？我怎么会怪你？师兄，你别急，师尊他只是一时糊涂，都怪我。如果不是我这残败体弱的身子拖累了你，师尊也不会这么狠心对待你。他不是糊涂，他是要毁了我！沈不言那个魔头，他嫉妒我的资质，他害怕我飞升仙界后一剑平了这满天的神佛，他抢了我的本命法宝，用魔火烧了我的灵根。小七，我恨他，我恨不得生啃了他的肉，喝干了他的血。兄。师兄，你的手真的不能用了吗？仙尊明明说圣池能洗去一切尘埃的，只要你还能运功，等大典开始，我们求仙使大人带你走。运机，经脉尽损，九幽魔气封髓，我现在连一个凡人都不如，我还怎么飞升？既然如此，师兄，那你就好好在这里歇息吧。小七，你别走，别留下我一个人，帮我带信给玄机子，我要见掌门，我要揭发沈不言那个破案！仙使大人。秦王体内的太虚仙骨已经彻底被沈不年用九幽魔火和煞毒废去，化作一截死骨。换到死骨，灵气全无，扁凡尘的药性已经无法再剥离出任何本源。死骨，万寿仙尊法旨，太虚仙骨乃3界界命，即便成了死骨，其骸骨内部依旧残留着一丝开启界壁的太虚气运。既然无法直接剥离，便在大典当天启用抽魂剥骨秘法，将他的残魂与烂骨一起融进圣池。虽然效果不比活骨，但好过没有。温小七，
这件事你若办砸了，你那副残撇凡躯便也不用再求仙尊施恩了，直接去归墟峰下做个野鬼吧。小七明白，仙尊慈悲，仙使欢好，小七定当在飞升大典上将秦无王和那半废的骨头亲手送上圣池。只要能飞升仙界，摆脱这具走几步就咳血的卑贱凡躯。一摸淬骨，原来是这个意思。沈不言，你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我身上，还有48小时。这一次，我们要让那满天神好好听一听我们这群妖魔的声音。沈不言，你如今不过是个废人，何必替那孽长遭罪？交出人界守戒印，本座在仙使驾前替你求情。给人做狗做了几千年，你的膝盖是不是已经站不起来了？放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若非你勾结魔界，我人界怎会有如此浩劫？仙使大人赐药飞升，那是天大的恩赐。恩赐！你们这群蠢货，把宰杀你们的屠刀当成神迹来拜！老子唾弃你们！想要守戒印，有种就让万寿那老不死的亲自来拿！冥顽不灵，继续施行。仙使说了，只要吊着他一口口气。大典之前，雷行不主庭。体内的魔煞大阵还没运行到极限，这时候把所有的仙泉吸进来，你会直接变成一尊石雕，神魂俱灭。没时间了，师尊在上面替我受雷刑，他的烈火在熄灭，我能感觉得到。我必须要在天亮前完成魔骨的蜕变。头天换日，给我抓！师兄，你怎么样了？那汤，你的温经汤呢？快给我！经脉断了，太疼了，我要疼死了啦！师兄，药在这里呢。整整一整瓶浓缩的未被稀释过的扁分凡尘毒散，这是仙使大人特意赐下的神药。师兄，只要你把这一整瓶喝下去，你的痛苦就会消失了。好，我喝，只要能不疼，我什么都喝。秦无望，你有今天！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归宗第一天才，到头来还不是要像条狗一样死在我温小七的脚下？明天的大典，那块骨头就是我的了。我温小七才是真正要飞升仙的人！傻子，头天换日，彻底容凉。
好一个以魔淬骨，好一个太虚骨！无奈魔界消魔尊，仙界那群一克人意的杂碎，以为人是他们的圈养之地。今天本尊就送你一份大礼。人界守戒印其实一直都在斩魔峰下，沈不言那个疯子是用他自己的心血在大阵里替你温养戒印。明天的大典，本尊用魔界投影大阵，将这场飞升袭击的真相实时投射到人界、仙界、魔界三界每一个修士的脑海之中。掌门玄机子，广河仙使，万寿仙尊。明天我们要把这天彻底统统砸个稀烂！万寿仙尊，今日飞升大典，凡我归虚宗弟子接受仙泽庇佑。后一位就是萧主文，余生大圣如四海，万手游出外，先忙若无度。时辰一到，待堕魔叛徒沈不言及废人秦武王上台。这就是那归虚宗的第一天才，居然落得这个下场，活该！勾结魔界，背叛仙尊，沈不言这魔头不仅害了自己，还废了自己的亲驱传弟子，真是罪有应得。仙师大人，师尊沈不言堕魔，大师兄秦无眼无辜受累，如今仙骨已废，残魂将死。虽然天生残败，体弱多病，但大师兄待我恩重如山，小七不忍看着大师兄的残骨暴尸荒野，求仙使大人开让小七用抽魂剥骨秘法，将师兄体内最后的一丝残存本源融入小七体内。小七愿待师兄飞升圣池，替师兄去仙界向仙尊赎罪，生生世世为人界镇守边疆，问师弟高义啊！天哪，天生残疾却如此重情重义，相比之下，沈不言师徒简直界的耻辱。求祖仙使大人成全温小七的纯孝之意。准，温小七心性纯良，虽资质残缺，但其孝心数力可动天幕，共分些金主造成。今日便由温小七继承秦无晃的残骨残魂，带其飞升。叩谢仙使大人，叩谢仙尊。大兄，你听到了吗？你要飞升了。这一次飞升的人是我，而你连魂魄都只能入围成我温小七登天天成仙的养料。重拨骨气！把一切都交给我爸爸！小七，这汤我喝了2个月，今天师兄也请你喝个够。你没废，你能收子的魂！啊！孽障！你竟敢野蛮修为，在大典上作乱！野蛮？广河、万寿仙尊，还有你玄机子，今天就让这神界百亿修士好好看清楚，你们口中的仙元飞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赤霄魔尊、魔印投影，给我开！那是投影大阵！来用你加固我仙界戒壁，保我仙尊不坠，此乃你人界蝼蚁千修来的造化。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飞升！天啊，飞升其实是去当补天的料子。仙尊，仙帝一直支持我们人就是的骨头。住手！快住手！给本座砸了那个阵法！砸！今日人界夜修士已不为心无恙。
底，关闭人仙通道！该死你这魔头，去死吧！哎，砸得好，为师没有看错你，师尊。仙尊要祭品，老子便给你们一个真正的魔！是神，给我碎！太虚魔骨，你竟然将仙骨逆转成了魔骨！不可能，自古仙魔不两立，仙骨一旦沾染魔气，只会枯萎。你怎么可能？在你们仙界眼里，世间万物只有你们定下的规矩。先要我死，我偏要成魔。广河，人界修士的骨头，今天你一块也别想带走！你泥土啊！你毁了我归虚宗万年基业，你这是要断了人界亿万修士的成仙路啊！玄机子，你口中的成仙路，是用我师宗用陆师叔用成世傲煞精彩全界的人界性命铺出来的白骨路。这样的成仙路，老子今天就亲手给他砸了！人界首界印封！不能疯，我还没有飞升，我不能当一辈子的病样子啊！整整3年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在这大典上用秘法生生剥离你的残肢，只有让我洗去这具残破的躯躯壳，重塑仙躯，从此高高在上。秦无望，是你毁了我的一切！那是仙尊本源，你承受不住的。仙尊救我，文小七愿献尽全身心血，请仙尊降临！乃仙界之机，妄图关门所见，逆天而行，当诛！阿言，小心，这是法则之力啊！法则？你仙界的法管不着我人界的地。师尊，你看着，今天徒儿久久为您为师术，为这神界万千被你们当作心缠的冤魂，逆了这天！人界首界印，给我起啊！广河，动手！擒去仙尊法旨！逆徒，去死吧！也是你这狗腿子能碰的！师尊，你不能再动手了，你的神魂在崩溃！啊！废物！老子憋屈了15年，今天终于能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阿言，给老子看好了，老子教你的式神可不是让你用来挨打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这边没怎么跟人解释过，老子歘一出一天起用护绝术效，跟今天要跟这天好好讲讲道理。神不言，燃烧神魂你也撑不过3息。3息，杀这只狗腿到圈子，换金柱天地，1息足矣。魔血燃魂，弑神一家！不，这不可能！你一个残缺之人！师尊！
兽老狗，老子今天要让你这缕分身留下来给我师尊陪葬！戒臂给我锁死！师尊！别动，别用灵力，我体内的魔气，对魔气。师尊，我是太虚魔骨，我把魔力传给你。逆徒，住手！住手！老子燃的神魂，你小子传再多魔力，也只是给老子烧得更快些。哭什么？老子憋屈了15年，今天一剑宰了那只狗腿子，这辈子值了。不值！人间的人唾弃你，宗门的人要杀你，连我也怨了你整整2个月。你还没听我叫你一声师尊，你还没看着我把万寿狗拉下神坛，你怎么能死啊？傻子，戒臂快要合拢了，万寿老狗不会放过你，守好人界，别再扔上去送死了。小子，别光顾着嚎！你现在是太虚魔骨，太虚骨乃3界界命，能通乾坤，能摄后魂。你的右手是魔骨，以魔鬼炉逆转太虚，把他的残魂给老子死死拽住！以我魔骨为炉，逆转太虚，聚魂！逆徒，竟敢拿老子的魂魄猎力！师尊，您就在这儿看着，看弟子如何用这根骨头把这虚伪的天给您翻过来！给我上！仙尊，沈不言的神魂被他锁进了骨头里。你锁了戒臂，断了人界仙路，从此以后，这人界修士生老病死，再无长生之法。他们会恨你，会怨你，你守了他们，他们却会视你为绝路的魔，这便是你要的真实。长生，若长生是要去给你们湍路的殿下石，这长生不要也罢。至于他们恨不恨我，干我屁事！老子修行只求问心无愧，只求念头通达。今天我先拿你这缕分身祭我师尊的剑。狂妄！师兄，借你力量一用。好小子，今天本就陪你痛痛快快的屠一次神。弑神之拳，给我破！秦武王，你……人界专关！这些，我要这些啊！师尊，门关上了，接下来该我们去清算那些高高在上的神佛了。没了，没了！飞升岛真的没了！不哭
父兄300年，眼看寿元将近，就指望着飞升仙重塑仙躯。你把门关了，老夫怎么活？老夫怎么活？秦无荒，你凭什么替我们关了仙门？对，头一领那人飞升被熔融了骨头，那是他资质不够。我们若是飞升，指不定得仙尊看重，封神做祖呢。你这个自私自利的魔头，你为了救你那个堕魔的师尊，断了整个人界万年来的飞升希望，你赔我们的成仙路。诸位同道，你们看清楚了，此子身怀太虚魔骨，又抢夺了人界手艺，那更就是魔界派来毁于我人间道统的奸细。不杀此子，我人间永无飞升天日。杀了他！记得交出手印，重新打开天图道。诸位道遥友，想要秦某的命，大可上前一步。你虽然厉害，但今日人间百家仙门在此，你敢与天下人为敌？我师尊沈不言，为了保住人界的修士不被仙界当成补天的砖厂，他自甘斗了15年，每天用本源魔火对抗天降之毒，到最后神魂燃尽，尸骨无存。我秦无望背负万般痛苦，以魔淬骨，九死一生锁了人仙通道。我们不是为了当救助主，也不是为让你们这群膝盖生了根的懦夫来感恩戴德。我关门，是因为人界生灵不该沦为满天神佛圈养的圣宠。至于你们若真想给万寿老狗当补天的料子，等你们自己修到能一剑撕贴借兵的那天，老旦现在这扇门老子锁了，谁有意见上来接我一拳。小子说得好，这群人修平日满口天道大义，骨子里却连魔界最卑微的魔奴都不如。魔奴还知道挨辣打要咬人，这群人被人融了骨去墙，还要高呼黄黄杠渣，简直是万界最大的笑话。赤霄，少说2句。我没兴趣留在这里陪他们废话。玄机子，我问你，归虚宗后山的天心秘境在何处？你问天心秘境做什么？那是归虚宗历代掌门闭关之所。沈不言曾留下线索，天心秘境里有一口九幽还魂神魂，能温养残破神魂。你若不说，我不介意今天让这归虚宗彻底换个掌门。在斩魔峰后崖的迷雾深处，有掌门令牌便可开启。秦无望，今天走得出归虚宗，却走不出整个人界。你关了仙门，仙界绝不会放过你。等仙界真正的仙人想办法打破阶壁罪人，那便让他们来。寸寸九界，老子在人界等着他们。师尊，阿言带你找到还魂泉了。逆徒，老子还没死呢，别在这儿嚎丧。这泉水只能温养神魂，老子的神魂碎了大半，光靠这泉水，没有200年，老子根本醒不来。200年，阿言等得起。等师尊醒了，阿言再陪您去把万寿老的胡子给拔了。哼，没大没小。小子，200年太久了。沈不言这老家伙虽然脾气臭，但确实是个汉子。200年时间，仙界那群老不死指不定已经找到了绕过守戒印降临的办法。你等得起，人界等不起。那要如何做，才能让师尊尽快醒来？魔界与人界交界处的坠魔渊有一株万年难遇的幽灵草，那幽灵草吸收了人界基底的怨气与魔界坠落的魔力，是3界之中唯一的撩魂至宝。若能得到此草，配合那天心秘境的九幽还魂泉，不出3年，沈不言必能彻底破魂。坠魔渊，幽灵草。师尊，这一次换徒儿来。走吧。
小子，前方100里就是坠魔渊最外层的藏骨港了。哼，那地方虽然是外层，但也栖息着不少被仙魔大战遗留怨气污染的古荒兽。不过，在进渊之前，你得先把身后的这群尾巴给清理干净。我知道。诸位道友，追了我3天3夜，真是辛苦了。怎么，北斗宗和海神盟现在也成了玄孺子的走狗？放肆！秦无药，你勾结堕魔之人沈不言，在大典上作乱，更是以邪法毁坏飞升通道，抢夺人间首印。你这是断了我人间千3万万修士的飞升希望，你可知罪？邪法毁坏？3天前，归虚宗飞升广场上的投影，你们没长眼，看不见吗？15年前的陆青云，1000年前的无极剑圣，进了圣池成了仙尊补天的料子。你们修了几百年的道，修的脑子里被长了草，还要上赶着去给人家当砖砸？住口！休要在这里动摇我等道心。修行本就是九死一生，纵然飞升是一场场死劫，那也是我等的仙缘。若是不飞升，留在这长生希望的人界，我等与那百年疾苦的凡人蝼蚁有什么区别？你秦无望凭什么替天下人做决定？你们归得太久对，膝盖已经烂在泥里，给仙人做奴才，居然做出了无上的光荣。既然你们这么想长生，想去当砌墙的砖瓦，那秦某今天就送诸位提前投胎，狂妄九霄。今日老夫便替天行道，将你剥骨抽魂，重新开启仙门。北斗七星阵，给我镇杀此魔！海神潮狂澜藏，烈火霸刀斩！小子，需要本尊出手吗？不需要。这种货色，若还要魔尊出手，那我这根太虚魔骨岂不是成了摆设？弑神一拳，给我泼！可能？你不过是归虚宗的弟子，你的修为怎么可能强到如此地步？我说过，你们修了一辈子的仙，修坏了脑子。沈不言堕魔15年，人界指责他、唾他，却不知道是他用脊梁替你们挡下了15年的风雨。今日我秦无恙不杀你们，留着你们的狗命，滚回去告诉人间所有的仙门，人界的路以后由我秦无厌来守。谁若不服，尽管来，但下一次我的拳头绝不留活口。刚才这一拳砸漂亮，用最简单粗暴的力量把他们几百年的虚荣砸了个稀烂。你看那几个老家伙脸都绿了。我只是觉得有些恶心，他们害怕仙界，害怕力量，所以宁可去当祭品，也要维持那虚假的成仙梦。对他们而言，真实的世界太残酷，他们只配活在谎言里。师尊，您放心，您丢掉的名声，孩儿会一拳一拳从这满天神佛的手里完完整整夺回来。
身上怎么会有仙界的力量？居然是这玩意儿！小子，你运气不错，这是镇渊仙袄。当年仙魔大战时，仙界为了封锁坠魔渊，用仙人精血强行点化圈养在此处的看门狗。想不到几万年过去了，这畜生居然还没死绝，反而吸了深渊里的煞，变成这副半魔的怪物。这畜生疯了，他把本尊也当成了当年入侵的魔将，他的鲜血已经不纯了，被魔气侵蚀了几万年，神智早已混乱。小子，捏他的头骨，取他的荒古仙核，那东西里存着当年仙尊封印此地时的仙髓力量，虽然不纯，但足够给沈不言那个半死不活的神魂补一补了。补一补，那这创上今天死的不冤。畜生，看刀！还没完呢。师尊，阿言给你加餐了。逆徒，你小子从哪儿弄来的这种大补之藻？这畜生的仙仙还真有些用处，老子舒服多了。师尊，您慢点吸，这渊里看门狗多的是，徒儿等会儿再去给你抓几头。小子，别顾着高兴，你看那里面站着什么东西？扁凡尘，几万年前的看门狗身上怎么会有刚配置不久的扁凡尘药粉残留？这说明在你进渊之前的这几天里，有人也进来过这里，而且还用这扁凡尘试图彻底同化或者唤醒这头仙老。能在这个时候带着仙界秘药进坠魔渊的，除了仙石广和那个死人，就仙在人界的其他钉子。万寿老狗在人间可不止安插了温小七这一个体仙没有，他们急着唤醒这头畜生，是想在藏骨港拦住我，不让我去深渊最深处拿到幽灵草。没错，那幽灵草生长坠魔渊最核心的魔元之境。既然有人先我们一步进去了，那我们就更得抓紧时间了。走。万寿老狗，你的人来一个我杀一个。今天的坠魔渊就是你们在人界的乱坟岗。小子，快，这就是幽影草，把它采下来，沈不言那个老鬼有救了。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不忘，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里。
能在扁凡尘与九幽魔火的双重洗礼下，将仙骨逆转成魔骨。不得不承认，你比当年的陆青云更让仙尊惊喜。你也是仙界养在人间的狗？狗？哼，这个词太粗俗了。贫道本就是仙界天轩公宫的仙官。1000年前奉万寿仙尊之法旨，转世重修，来这人间执掌百家联盟。贫道的职责就是为仙界筛选最完美的解药仙骨。温小七不过是贫道顺手布下的一颗用来骂你和沈不言的冥棋罢了。沈不言以为他用自己命在台上拖延时间，再用魔道手段帮你融了毒，就能瞒天过海。可他哪里知道，若非贫道暗中允准，他那些见光的魔门秘药，又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送进归修宗？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中。修行一途，本就是大能执其，蝼蚁为子。万寿仙尊需要太虚骨去补天，而贫道需要用这株幽灵草来圆满到转世1000年的神魂。等大典结束，贫道自会带着仙骨与神草重返天玄宫。可你竟敢关了人仙通道，你断了贫道的回归之路，断了仙尊的100年来唯一的祭盆。所以今天你带着扁凡尘进来，是想唤醒镇渊仙鳌，把我留死在这藏骨冈？那只是一招闲棋。既然仙鳌没能拦住你，那便由贫道亲自送你上路。秦无望，你以为你锁了戒壁，你就赢了？人界失去了仙界的灵力滋养，不过万年就会彻底化作一片灵力枯竭的废土。到时候人界修士再无一人能修行，凡人寿元不过100年。你以为你是在救他们？你不过是将他们送离座慢慢死去的黑夜囚牢，那也比去给你当桥随铺路的专侠强胜1000倍万倍。老子的人界，以后老子自己来为冲天降路。天穹，给老子死！不知死活的蝼蚁！先发9天荡魔斩！弑神！小子，不行！他的境界结隐隐超越了化神巅峰，触碰到了仙界真仙的门槛。把手戒印砸出去，用人界的灵脉力量压死他！手戒有印是用来稳固人仙界壁的，现在砸出去，戒壁动摇，万寿老狗的分身会。今天我就用我这个骨头生拆了他！逆徒，让老子来！师尊。借你右手一用，老子今天清理门户。魔骨为炉，神魂燃剑。天穹，是我师尊送给你的，是神极光一剑。沈不言，你这个疯子啊！师尊，我们赢了！小子，别发呆，快拿药！万寿老狗，你不，人界的地狱暴躁族。接下来，该我和师尊教我何时敲你们仙界的大门了。醒了，师尊，这一觉睡得可安稳。徒儿为了你，这3年连一滴酒都没尝过。没出息的东西！老子一睁眼看见你这张债主一样的脸，真是晦气。
怎么，老子少你酒钱了？酒钱倒是不多，但您在雷刑台上用最后那点神魂斩出的那一剑，可把徒儿的胳膊的生疼，这笔账怎么算？滚一边去！臭小子，这剑你续的？断剑重铸，人道独行。师尊，天下的门我已经锁了3年了。这3年，人间的人天天在宗门外骂我是绝路魔头。你要是再不醒，我可真要被这群吐沫星子给淹死了。骂人想跪着，那就让他们跪着。老子今天醒了，就带你去看看这群跪了几千年的软骨头，现在站起来了没有？走！秦无望，你真的出冤了！沈不言，你竟然没死！怎么，玄机子，看到本尊活回来，你很失望？3年前你急着把本尊当魔头烧死，今天你又带着这10万人跪在老子脚下，想求个什么？沈尊长，秦先手，3年前是我等愚昧，可如今人仙通道锁死，人界灵力正在日渐枯。若是再过万年，我人界当真要为无灵废土？难道我等修士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道统断绝，像凡人一样在100年内枯萎等死吗？谁告诉你们，修行只有飞升这一条路？介绍大人的意思是，不飞升也能长生，不飞升也能修行。仙界需要我们飞升，是因为他们那虚无缥缈的仙气本就是无根之水，需要用我人间的灵骨与生命去通体加固供养。这3年来，我用守戒印将原本溢散到仙界的信仰本源与地脉灵力全部截流，注入了我们人界的大地。仙界的法是掠夺之法，我们文界的道当为自强之天。从今天起，鬼虚宗的天心秘境将对整个人界彻底开放，100家仙门不再以飞升为尊，而是以泽布苍生、重塑人脉为功德。地脉魂流，人道自立。既然天不渡人，那这人间的天就由我们自己来立。从今日起，人人皆可成神佛，人人皆可不飞升。我们就在这人界成我们自己的神。不需要飞升，这人间的灵气比当年更浓郁了。到头来，竟真不如沈不言一人看得明白啊！师尊，这天下好像有些不一样了。臭小子，总算没给老子定丢脸。终于破元珠，人界今日起真正关门自立。